咱们抄袭，说我们员工抄袭，咱们抄了吗？根本就没有，我抄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我抄了。你抄别人的作品了？是。刚才外面那几个人说的都是真的，没坑咱们是吗？没有。理由呢？时间太紧，我设计不出来。时间太紧，设计不出来是吧？时间太紧，设计不出来，你可以抄了吗？你坑我呢，任和。啊！我刚才跟那些人那么吵，打我脸。时间紧就设计不出来，那咱们没钱是不是可以去诈骗呀？你现在跟外面那两个渣渣有什么区别？我问你有什么区别啊？姐，任和姐她这次是事出有因的，你知道，她是和她外婆生活在一起的。截稿那一天，她外婆突然走失了，她找了1个晚上才找回来。这边催得又急，所以她慌里慌张的。所以这事你知道对吗？我问你知不知道？我知道。李凯，你也知道对吗？我们也是刚知道。刚知道，真棒！为你们仨鼓掌！你们仨今儿把我弄来这儿，是为了阻击我的，对吗？希言，就想跟你解释一下。解释什么？任和，你说一下，说你不是有意的。对不起。你别跟我说什么对不起对不起的，我不听。你也别跟我说什么有意无意，我只知道你现在抄袭了，对吗？你记得任和你刚来我这儿的时候跟我说什么吗？你说你才华平平，到那些大公司永无出头之日。你希望我给你一个机会，让我等你。你对设计有执念，这是你说的话对吧？我等你了，我等的是什么？我等的是你看你现在做这些烂事儿是吗？希言，任和就第一次，还想几次啊？一次已经是污点了，你知道吗？任和，我就问你，你觉得你现在对得起谁？你对得起我们大家，还是对得起你自己？我对得起你。我来这个公司3年，没有一天是白白混过去的。任和姐，你别说了。任和，你别说了，你疯了吗？你是老板，你想到一出是一出都可以。今天喜欢这个，让我去设计；明天换材料就让我改一改。我熬了几个通宵熬出来的画稿，被你3秒钟就劈头盖脸的怼回去。所以你抄袭别人是吗？抄袭是我的错，我愿意承担一切损失。哼，承担一切损失，现在怎么承担啊？你给我设计图之前有那么多机会，你不跟我说，你现在说给我承担，我怎么承担？如果你真的后悔的话，设计图给我之后你为什么不说？打板之前你为什么不说？再不济我去工厂，让工厂停工，我赔人家钱也可以吧？你好歹在上架头1天，你给我打个电话，你告诉我，你说了吗？你都没有吧？姐，你就原谅任和姐这一回吧，她真的很不容易的。上线的前一段时间，我们恨不得把一天拆成36个小时来用，线上线下都得盯着，而且她经常在公司里加班，我真的可以理解她。你理解，你谁都理解，你谁不能理解啊？你以为你叫个兔兔你就真是个兔子了？你除了卖萌你会什么？你理解这个理解那个，你理解过我吗？谁容易工作？你工作容易吗？他工作容易吗？我工作容易吗？我这钱给你少了还是怎么着了呀？希言，你这么说话太过分了。你是出手大方，没有亏待过我们，但我们是拿钱工作，不是卖命。卖命？哼！你个杯子，天天泡着枸杞，没事就玩手机，你给我玩1天，出门人就不见了，你这是卖命吗？你当我这养老院呀你？我天天跑出去是为了什么呀？还不是你对这工厂喝三喝四的，你任性，一句话把他们全得罪了。我就得喝一缸子的就给你求回来。你以为我出去跟他们是泡澡的吗？喂，我现在没空，谁都别理我。林夕，你人在哪儿呢？38楼突然来了2个莫名其妙的人，说要解决打假的问题，正问林伯伯要钱呢。孩子见钱老子管，天经地义，不然闹出去可不好收场。等我现在马上去，让开！
我告诉你们，不好收场！听见没有？出去！你们出去！都滚出去！这个地方是卧夫，不是你们闹事的地方。想要钱冲我来，你们这是敲诈勒索，知道吗？怎么着？抄袭还不让别人说了吗？林伯伯，不用急着向他们解释，我们等事情调查清楚再说。嘿，您要是不想给自己女儿擦屁股的话，要不您赌一下，看看这是不是无风不起浪？啊！啥你上来的？啊？你们要找的人是我，有什么冲我来？找别人干什么呀？如果你们再这样的话，小心我们报警了。这拍这，走，报警是吧？拍，报警。好，你报警，你报，拍呀！报！好了，赶紧回去工作吧。你到底有没有抄？我做了一辈子生意，这种恬不知耻的事情从来没干过一次。你怎么会是我的女儿？林夕，我刚看你店铺显示不存在了，你的号是被封了。什么？要不我们约下周日晚上7点在名人公园，到时候我会带好吃的汤包给你。不会是不来了吧？喂。知道了。对不起，哎，我实在是不会乘坐中国的公交车，我坐错了一次，坐反了一次，第3次那个司机开的跌宕起伏，我差点就吐了。啊，不过我看到了夜色，好美。又没人跟你抢，不用吃得像碎纸机一样。哎。女孩子不都是怕胖吗？你怎么还敢这么吃？怎么能让胖影响了美食呢？再说了，我不是还有秘密武器的吗？好吃，真好吃。我以前很不明白，你知道吗？我在国外的时候经常逛中国的论坛，我有疑惑，为什么大家总说没有什么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？现在我信了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一下，给您加点汤。怎么了？对不起，是我的失误，对不起。愣着干嘛？湿巾。哦。谢谢。怎么样？
好像有什么东西进到我的眼睛了。我看看。好了吗？啊，好像好了。嗯。你是怎么回事？怎么这么不注意？啊，对不起，是我不小心。啊，没事儿，你走吧。对不起。我真的没事儿。再说了，见到的是眼睛，又不影响吃。好吃，开心。你一直都这样？没有啊，我是来中国以后才这么能吃的。我以前在国外都吃一些三明治、沙拉什么的。哎，想想过去18年吃下的一片草原啊，我都替上面奔跑的小肥羊不值。小肥羊真好吃。我不是问这个，我问的是，你怎么一直都这么开心？哦，我有一个理论。过去的不开心已经过去了，未来的不开心呢还没到来。眼前的美食这么多，我先吃一下，开心开心再说啊。哎，你有酒窝哎！啊？你这边有一个，你这边还有一个，好羡慕你啊！你知道吗？我小时候一直希望自己有酒窝，我每天都用筷子、用笔搓着，可是我怎么都搓不出来。我一搓，我妈就打我，太羡慕你了。哇，那个不是我一直在找的东西吗？哇，中国真好，吃个饭都能看见京剧啊！这不是京剧，这是川剧变脸西南剧。哇，好，哇，真博大精深。哎，今天真是幸运，没想到今天一天就完成了我愿望清单上的2个行程，爆炸开心，人品爆发啦！哇！我觉得以你的智商，还是不要出门，容易被骗。我也觉得，所以我急需要一个中国的地陪陪我完成一下我的行程 list。我可以请你帮忙吗？我？我在这里也没有什么朋友，如果你能帮我的忙的话，就太好了。我可以把你当成我的朋友吗？你说做人怎么这么矛盾啊？又想让他回来，又不想让他回来。不行，我得找点事情做，要不老想给他打电话。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回来啦？您说现在？租给你呢，就是过渡而已。我这套房子呢，最终还是要卖掉的呀。我也没想到，天上呼啦哒掉下一个买主。人家说了，必须是空房才能付现金的。姐，我当时租您房子的时候呢，您说房租半年一付，我同意了。我这刚住进来1个月，您说每年涨15%，我也同意了。您让我现在搬，您看，现在这个时间，我能往哪儿搬啊？哎呀，你那么大一个人了，还能没个朋友凑合凑合，1个晚上很快就过去的呀。
要不找找你前夫？啊，好啦，我年龄大了，你就让让我嘛。再说了，你的钱我会全部退给你的呀。总之呢，请你今天晚上一定要搬完，明天一早人家就要来看房子的啊。好了，我这个钥匙就先拿走了啊。姐，啊，抓紧抓紧啊！什么车都行，多少钱都行，您帮我查一下吧。哎，好。哎，小姐不好意思啊，您没预约过。这么晚了，我们搬家公司的师傅都下班了。哎，要不你看明天早上行吗？那算了吧，谢谢。哎，麻烦您快点儿，还有多少啊？还有2件。我是嘟嘟司机，又不是搬家公司。不好意思，师傅，我会给您补差价的。真是。谢谢。我问你，你为什么不早点打给我？大半夜的把你赶出门，让你林志宇搬到快捷酒店，像话吗？把合同给我。算了吧。凭什么算了？我告诉你，他就是看你一个人好欺负。我现在就去找他算账。像这样的房东，早点没有了也好。哎，我真的是不懂，到底是为什么？你为什么什么事都要想到退让跟妥协呢？好，就算房东真有难处，那持续呢？持续的事怎么算？你再这样妥协退让下去，我真的不知道你以后该怎么生活下去了。我自己的私人问题，我会想办法解决的。我都不生气了，你又干嘛那么生气？
娇装可爱。到了第2阶段，大概是25岁左右吧，开始着急结婚了。只要自己身边没有男朋友，就觉得自己是异类。再来，第3阶段，就是现在的你，总把自己归类为中年妇女，开口闭口都是年龄，什么事都可以跟年龄搭上边。我真的不懂为什么。我没这么说，但你心里就是这么想的，老觉得自己不小了，不能再犯错，这想法难道不蠢吗？蠢吗？蠢爆了！我问你，如果你现在18岁，谈恋爱失恋了，你还会像现在一样战战兢兢、条分缕析、借鉴过去、展望未来吗？你就是你，我爱的就是这样的你。对，你是比我大一些没有错，但是对我来说不是差异，只是不同。我可不可以请你不要再用那么站不住脚的理由把我推开了，行不行？不管你怎么说，我都不会接受你的。好啦，就送到这吧。今天谢谢你啊，我们下次见。好。储石，你叫储石啊？时间也能储存吗？虽然时间会流逝，但记忆可以累积啊。把美好的瞬间都放在心里，那就是储存时间的方式啦。都忘了，你还在等我呢。你醒了？哦，你回来了。外面在下雨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啊，雨停了以后我走回来的，没有淋到。那你工作室的事情怎么样了？没事了，都处理好了。你走了以后，就有这个东西送过来了。好看吗？给你的。好看呀。我现在有个好消息和坏消息，你想先听哪个？我不喜欢把悲伤留到最后，所以我想先听坏消息。坏消息就是，其实我一直知道你很想知道你的身世，所以我很想把你亲生父母带到你的面前，但是我还是没能找到他们，帮不上你，抱歉啊。你跟我抱什么歉呀？我早就把你当成我家人了。
我留下来，你就是我全部的理由。好啦，该说好消息啦。好消息就是，我拿到了你的身份证，所以，噔噔噔噔，看，从你守林人叔叔那边拿到的，夏野，这个名字还是守林人爷爷给我起的。夏野，我觉得真的很好听的名字啊。我是在野外捡到的，爷爷为了给我一个称呼，所以就让我跟了他的姓，所以就叫夏野了。那你明明知道你有名字，你干嘛不告诉我，还让我乱叫你啊？没有乱叫，是我自己喜欢。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我知道了。你跟我视频的时候，我看着你一直在被咬，其实你不是在度假，你是为了我，对不对？哎呀，那都是一些小细节啊，不用去想那些啦。你现在是有身份的人啦，你现在有身份了，以后你想回来看我，你就能回来看我了。虽然不知道你会不会回来看我，但是我知道你很怀念森林的生活，我也希望你能过上你自己喜欢过的日子。我一定会回来看你的。对了，还有一个惊喜要给你，等着啊。你等一下啊。喂，小野，你饿了吗？大哥，谢谢你啊。你帮我给小野带个好吧。哎，您真的不给他通个电话了吗？不了，我这个人其实也不太会说话。我爸走了以后，我跟小野其实说的也很少，无非就是小野你吃了吗？小野我走了，好像翻来覆去好像就这么几句啊。小野他也很少跟我主动讲，其实这些年我也没做什么。他其实很惦记您，还有护林人爷爷。他经常跟我提起护林人爷爷，他说爷爷教他说话，帮他洗头，还教他弓箭。他还记得。是啊，他全都记得呢。我退休了，我不管那片林子了。你以后自己照顾好自己，啊。再见了，小野。爷爷去世以后，我那一段时间不想见人，我只想一个人生活。多亏了叔叔的照顾，他从远远的一直看着我，一直照顾我，所以我才能长这么大。你刚才敲了2下桌子，什么意思啊？我那是表示感谢。每次叔叔出去给我借书回来的时候，他都会放在我门口，我就那么敲2下地板，表示感谢。
宁馨，也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。哎呀，搞这么悲伤干什么呀？不说那些了，我们来给你过生日吧，怎么着也得给你过一次生日，是不是？先点蜡烛。哎，等一下，先不能吹。要许愿，许愿呢就是把手这样，把你心里想完成的愿望、实现的梦想，全在心里默默地许下来。开向彼此的列车不能真的相撞。成为成熟的大人，意味着选择在适当的时间转向错位的岔口，不该任性改变别人的方向。尽管人生的相遇本就如昙花一现那样短暂。生日快乐！我刚才许过哎愿，不能说出来，说出来不灵了。你是寿星，所以呢，蛋糕你自己得切，但是记住了，不能从中间切。如果从中间切的话，相当于一刀两断，要在旁边切。切完以后赶紧吃吧，要不然赶不上末班车了。怎么了？其实你不想让我走，对不对？他们说，女人说是，其实就是不是。你不想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。哎，如果你不想让我走的话，我可以。没有人能够代替你森林里的小伙伴们，也没有人能够帮你抹去他们的记忆。你能够陪我在这儿这么长时间，已经是很帮我了。如果我让你继续留下来的话，那我实在太自私了。现在你自由了。从哪里切？这钥匙跟手机，我以后都用不到了，还给你吧。钥匙我拿走了，手机留着吧，万一以后还有用。我用不到。对了，把这个也送给你吧。这不行，这狼牙对你来说太重要了，我不能要。为了把它送给你，我把它重新打磨过。我以前小的时候遇到什么样的危险，我养的那只小狼，它都会冲在前面保护我。后来它中枪，受伤很严重，就死掉了。所以我就一直带着这个狼牙，它一直在保护着我，很灵的。不要。你带着它，就像是我在你身边一直保护你一样。谢了。对了，你们都是怎么告别的？我们不告别啊，干嘛要告别啊？送来送去的，有没有什么尽头？你就记住了，不要告别，不要说再见，不要挥手，也不要回头。你就上车直接走，一路注意安全啊！走吧。那你们这个方式还是挺讨厌的。
们就用动物的方式来告别吧。你身上的味道，我也会一直记住的。好。走吧，车在等你了。走吧，走吧。一路平安啊！拜拜。七爷，犹豫再三，还是决定写下这份辞职信。这封辞职信没有礼貌的客套，也没有感谢公司的栽培。这样的说辞，只有简单掏心的话。你们以前总打趣我的名字，说听起来像离开。我想过很多告别的方式，高兴、温暖、不舍和感恩等等。却从没想过心灰意冷的离开。这3年，我们的付出对得起得到的回报。然而你一句话，就把所有的努力都清零，冷漠的就像一台重新恢复出厂设置的机器。如果当初知道3年后会是以这样的方式结束，那我宁愿没有开始过最初的梦想。这封辞职信对我来说是个解脱，可能对你来说也是一样。你身体怎么样啊？要不要去医院看看？我没事。本来腰就不好，还被2个年轻人给弄的。哎呀，怎么回事？就2个小混混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？要放在10年前，哼，还轮不到他们撒野。小雨啊，我说你们单位的保安怎么这么无能啊？真的拦不住他们？当时情况紧急，又说是来找林夕的，所以保安也不好拦。做生意不讲诚信，把整个楼都搞得乌烟瘴气的，把我的脸都丢尽了。行了，这事儿啊，你也别怪林夕了。你想他一个人在外头闯荡不容易，开个公司又要还房贷，还要还车贷，这事情一来呀，一定又欠了很多钱。我们要不要帮他一下啊？路是他自己选的，就是脚上磨出了血泡，他也必须自己走下去。爸，我们部门正好缺一个文案总监，林夕他想法好又懂营销，不如合适的时候让他回卧夫一起工作。就他那个怼天怼地的性格，放到哪个部门都是个定时炸弹。
人人都得给他擦屁股。啊，吃饭吧，你们先吃饭。就这种设计，大街上的垃圾都比你们强。拿5块钱的摊货冒充正品，蒜菜头还想当洋水仙啦？脑花是被涮红汤了吗？随便用脚趾头想出来的图案都漂亮10倍。抄袭狗没朋友，人渣中的战斗机，败类中的 VIP。一群不过脑子的键盘侠啊！